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2024年6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所以玩家大家最近应该很开心吧？不管是得到民主性的胜利，还是韩国政府开始重点培育主机游戏产业，都是玩家们的功成名就。未来我个人希望大家也可以去买黑神话悟空啦。对我来说，它也算是一个单机游戏的革命之作。虽然中国政府还是会继续打压游戏市场，在这支影片中我会选出11款游戏进行介绍，其余的一些游戏则是以快报的方式进行。大家如果有自己想看的部分，都可以在说明栏按下指定的时间点看指定的内容。想要保留惊喜的观众，建议别打开说明栏，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以及惊喜。首先 ，Life by You 由 Paradox Tectonic 开发的开放世界类模拟市民游戏，游戏中你将完全掌控你创造的人物、城镇以及故事，在没有加载界面的情况下生活进行对话，驾驶或骑车到郊外完成任务以解锁新体验，且提供各式各样的创制作工具，让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你的生活，或是打破生活本身的规则。不过，这次发售的版本是抢先体验，抢先体验至少会持续12个月，是游戏正式发布之前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不断添加内容、修复错误，并积极阅读玩家的反馈意见，读博德之门3的制作流程。期间更新版本时，游戏可能会影响玩家的存档数据，这一点大家要留意。游戏将于6月5日发售，登陆 Steam 以及 Epic Games，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外太空杀人小丑由 Euphony 以及 Television Games 共同开发的非对称生存恐怖游戏，其中3名玩家将扮演外星小丑，7名玩家扮演新月湾的居民。扮演小丑的玩家要与其他2名玩家合作，利用超凡脱俗的能力追捕人类，而扮演人类的玩家则可以选择80年代经典恐怖电影的固定角色，如青年、朋克、警察、钢蹦仔以及拉拉仔，探索城市与寻找有价值的战利品和武器，避免被小丑抓获，努力在外星人入侵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游戏将于6月5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线上多人游玩，不支持中文。尸检模拟器由 Bullet Games 开发带有恐怖元素的模拟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对尸体进行检查，以检查结果为依据确定死者的死因。每一个案例解剖流程都是经过真实的病理形态学家和法医的帮助下创建，每个受害者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让玩家仿佛像是参与了一场真实的尸检过程。故事的主角是名为杰克的病理学家，在对神秘女子进行尸检的过程中，发现她体内有着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凯特的订婚戒指。为了揭示真相，杰克不得不与邪恶势力和自己的思想进行斗争。游戏将于6月7日发售，登陆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真女神转生5 Vengeance 由 Atlus 开发的正统 RPG 游戏，本作开头将分支为2种路线，一个是原本真女神转生5所描述的故事剧情创世女神篇，另一个则是全新剧情复仇女神篇。复仇女神篇将承袭创世女神篇的故事，并在重启产生巨大变化，迎来截然不同的结局。除了新的剧情以外，各方面系统都做出了细致的调整以及全新元素，如中魔技能、新增恶魔随地保存等。面对来自过去遭受迫害者们的复仇，游戏将于6月14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魔物猎人物语由 Capcom 开发的 RPG 游戏，以2016年发售至 3DS 版本进行全面升级。游戏讲述与猎人全然不同的故事，他们会培育魔物并与之共存，化为以此谋生的骑士。骑士和水行兽之间的羁绊将为世界带来新的觉醒，展开围绕着羁绊的大冒险。在战斗方面，会从力量、速度和技巧3种指令来推测对手的攻击性质，正面交锋并赢的战斗，且可以使用水行兽的能力探索原野，孵化带回来的蛋，将各种在魔物猎人世界中的人气魔物变成你的随行兽，一起迎战强敌。游戏将于6月14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以及双人对战，支持中文。觉醒深渊由 The Chinese Room 开发的叙事恐怖游戏，故事讲述1975年苏格兰外海的石油井遭遇灾难，完全必须在一切都不合逻辑又偏离现实的情况下救出油井内宿舍的同仁。游戏团队请到真实的苏格兰演员演出，表现眼观无情大海撕裂人类的撞破情节，见识到大海的恐惧与美，依靠机智以及毅力，在身处摇摇欲坠的庄井勉力求生，一旦踏错一步便会流离失所。游戏将于6月18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首发 HP，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
Ali and the Loonie Kingdom 由 Shadowproof Games 开发的益智游戏，融合史诗般的冒险，穿越五彩缤纷的地图，探索众多独特且充满狡猾的关卡，寻找你的母亲与重建家庭。游戏中，玩家需要利用4颗魔法宝石驱动，宝石的能力包括透视、修补、结交亲友以及逆转时间，在充数多样化的谜题中达成你的目标。游戏将于6月22日发售，登陆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不支持中文。模拟毒贩2由 Bytronus 开发的第一人称开放世界模拟游戏，游戏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初，玩家需要从彻头彻尾的无名小村开始，在陌生没有任何资源或关系的岛屿上生产毒品，并在街头兜售，赚取钱获取当地人的尊重。这些钱可以用来雇佣员工，接管你部分的职责，在你自己的帮派中赋予他们等级，扩展实验室和隐藏点。额外还需要找到方式应对腐败警察、敌对帮派和武装团体。这一切的种种问题都只是普通的一天。游戏将于6月21日发售，登陆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超级猴子球香蕉大乱斗由人中之龙工作室开发的多人派对游戏，在限时时间内滚动装在球里的小猴子迈向终点。在本作新增了200个全新关卡以及300种以上的装扮配件，让玩家打造专属自己的小猴子，并且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模式。最新模式可允许最多16人线上较劲，逃跑以避免被传炸弹，收集越多香蕉越好，破坏机器人取得高分等。新动作旋转冲刺还能使出高速移动，跳跃高低差来闯关，撞飞敌人朋友，冲向胜利。游戏将于6月25日发售 ，Switch 独占，支援4人以及线上16人游玩，支持中文。路易吉洋楼2 HD 由 Next Level Games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以2013年发售至 3DS 的作品进行提升。故事讲述在拥有着神秘力量暗月的鬼怪溪谷，有着许多快乐活泼的鬼怪与鬼怪研究家艾尤伟博士过着和睦的生活，却在某天遭到了害羞幽灵丸破坏，将暗月摧毁成碎片，鬼怪们因此暴动了起来。随后，艾尤伟博士强行召唤路易吉进行调查，以收集散落在各处的暗月碎片。探索的关键在于鬼怪吸尘器，它能够照亮黑暗的地方，吸入各种物品，喷出移动陷阱，是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借助这个力量，游历各个场所，恢复鬼怪溪谷的和平。游戏将于6月27日发售 ，Switch 独占，支援单人以及通讯4人游玩，支持中文。最后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乐季大作战由 Goofball Japan 开发的冒险游戏即将推出中文版，玩家将扮演人见人爱的阿尼亚，体验温馨又有点奇怪的日常。白天去学校，晚上与家人共度时光，休息乐去海滩和水族馆等各种地方，完成阿尼亚的绘图日记。本作还收录了15种以上的小游戏，其中10个游戏可以由2名玩家离线游玩。这些小游戏都会以动漫场景为基础，甚至可能会运用到阿尼亚的超能力，且还能为喜爱的角色打扮、拍摄互动，无穷无尽的内容等着玩家逐一体会。游戏将于6月27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接下来游戏快报 Tower of Dreams 由 Sour Lemon Studios 开发的 2D 平台肉赖游戏，玩家将扮演梦幻骑士的角色，利用你的剑来弹跳，越过敌人和障碍物向上攀升。东方咒术嘉年华由上海爱丽丝欢乐园开发的弹幕射击策略 RPG 游戏，在被格子分割的舞台上展开激烈的弹幕对决。是本应在4月发售的游戏延期至6月发售。Hashtag Birth 由 SC73 Studios 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融入90年代卡通的风格，抵御吸血鬼启示录的来临。胡子转身到了异世界就拿出真本事回忆任务。由 Lancast 开发的角色扮演游戏，以第一人称视角探索各种地图，藉由性格丰富的伙伴们在策略性战斗中奋战到底。拿下2022年 TGA 年度游戏的艾尔登法环将推出 DLC 黄金树幽影，是用 ForSoftware 开发的奇幻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将踏上全新的冒险地图幽影之地，伴随着多种新增要素交织出另一段新的故事。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个6月你最期待哪款游戏呢？或是有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哦。下个影片见，拜拜。